秦川，顾氏未来城8000万债务你是连带担保人，今天不还钱，就拿命抵。我没有欠过，这不是我的债。不可能，我从来没欠过。梦瑶，救我！他们说我背了顾家的债，这是怎么回事？秦川，合同是你自己签的，债当然是你的。我什么时候签的？你忘了，当初梦瑶嫁给你的时候，你不是说愿意为她承担一切吗？爸爸。他不是我的儿子。你还真把自己当他爸了。秦川，要不是你愿意接盘，我怎么可能安心把孩子生下来？梦瑶，求求你把手术钱还给我们吧，那是老秦救命的钱啊！彩礼给了就是我的钱，凭什么还？妈！所以从一开始你们就在骗我。不骗你骗谁？你不就是天生接盘的命吗？秦川，别怪我，女人想过好日子有错吗？若有来世，我要亲手送你们下地狱。我重生了。秦川，今天订婚，把你家房子加上我的名字吧。你爱我就该给我安全感。再说了，我肚子里已经有你的孩子了。沈梦瑶，这一世你还想让我接盘？秦川，你什么意思？不愿意？不愿意加名，那这婚还定什么？佳明，你配吗？秦川，你说什么啊？秦川，你敢这么跟我女儿说话？亲家母，孩子可能太紧张了，他不是那个。谁是你亲家母？房子不加名，彩礼不加钱，这亲我还真不敢结。妈，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替我低头。秦川，年轻人说话要过脑子。梦瑶怀了你的孩子，你现在让她受委屈不合适吧？就是啊，姐夫，你连房子都舍不得加我姐名，以后怎么养孩子啊？你也配叫我姐夫？你什么意思？大家都听听，这还没结婚呢，就看不起我们沈家人了？我女儿嫁过去还有好日子过吗？男方是有点过分了，女方都怀孕了，加个名字怎么了？孩子都有了。秦川，我跟你这么久，你就是这么对我的？上一世我就是被你这副样子骗得家破人亡。既然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不藏着掖着，房子必须加梦瑶名字，彩礼从10.8万涨到66.8万。66.8万！梦瑶弟弟马上要结婚，你们秦家再拿20万给小浩买辆车。那钱是我做手术的呀。手术晚几天又死不了，买车可是大事儿。你再说一遍。我说手术晚几天又死不了。我爸的救命钱你们也敢惦记？沈梦瑶，你别急。你说你怀的是我的孩子，对吗？当然是你的。那就去医院查孕周。你确定这孩子是我的？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女儿怀着孕，你竟然怀疑她！秦川，男人可以穷，但不能没担当。姐，你看清楚了吧？这就是穷男人的嘴脸。秦川，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我怀着你的孩子，你就要我去查公鸡？这男的太不是东西了。女方都怀孕了，还当众羞辱。小川，今天这么多人，别闹得太难看。妈，相信我。这是怎么了？梦瑶怀着孕，你们这么多人围着她，不怕她动胎气？程泽，你怎么来了？我不放心你。男人嘛，格局要大一点。女人怀孕不容易，你作为未婚夫，应该多包容。顾程泽，原来从这个时候开始，你们就已经把我当傻子说了。梦瑶这么好的女孩，你要是不珍惜，有的是人珍惜。顾少这么关心我未婚妻，不知道的还以为孩子是你的。你说话最好注意点。怎么，心虚？秦川，你够了！你怀疑我，还污蔑程泽，你今天必须给我道歉！对，跪下，给我女儿跪下道歉！给我姐道歉！等，放手！再碰我一下，我废了你！秦川，今天是订婚宴，你别把事情闹绝。你现在跪下道歉，我还能原谅你。好啊，我已经预约好了孕期检查，你敢去，我就……秦川，你太过分了！你这是把我当什么人？当然，所以才给你自证清白的机会。查什么查？孕妇不能受刺激！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外孙？没天理了！男方欺负孕妇了，大家都来评评理呀！
运州这种东西也不一定准。梦瑶现在情绪不稳定，你非要逼她，是不是太残忍了？顾少懂得挺多，我只是有常识。那你应该也知道，孩子景月一查就知道。秦川，我不查，不是因为我心虚，是因为我受不了你这样羞辱我。不查也行，那这婚不定了。秦川，你说什么？我说不定。你想退婚？没门儿！我女儿肚子都大了，你说不定就不定。孩子既然不敢查，就别往我秦家头上扣。秦川，你今天敢退婚，我们沈家不会放过你。随便。秦川，你今天赶走，我就嫁给顾承泽。终于说出来了。秦川，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不后悔。秦川，这是你逼我的。哼，帮我查顾氏未来城项目，尤其是债务。既然梦瑶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那我也不藏着了。我是顾氏集团顾远山的儿子。顾氏集团那个做未来城项目的顾氏，听说资产好几个亿。哎呀，原来是顾少啊！梦瑶，你怎么不早说啊？顾少，刚才真是怠慢了。姐夫，不，顾姐夫，以后可得带带我。秦川，现在你知道自己输在哪了吗？知道，输在我上辈子眼瞎。秦川，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你别装了，你现在心里肯定后悔死了吧？没有。嘴硬，你一个普通打工人，拿什么跟顾少比？梦瑶，别这么说，秦先生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很适合当老师。对对对，老实人好啊，最适合接盘。沈浩，干嘛？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吓唬谁呢？你都被我姐甩了，还装什么？爸妈，我们走。走，退婚可以，赔偿先谈清楚。我女儿跟了你这么久，青春损失费20万，一分不能少。你们刚才不是说梦瑶要嫁顾少吗？怎么还要我们赔钱？那是两码事。顾少疼我女儿是顾少大度，秦川伤害我女儿就必须赔。想要钱可以，但在谈之前，沈梦瑶，你先亲口确认几件事。确认什么？第一，你自愿解除婚约；第二，从今天开始，你和我秦川没有任何婚约关系；第三，你肚子里的孩子与我秦川无关。不敢承认，那就去查孕期。梦瑶，说吧，反正以后有我。是，孩子和你无关，我沈梦瑶以后嫁谁都和你秦川没关系。第一份礼物到手了，沈梦瑶。又干什么？祝你豪门梦。你别太过分了，想走没那么容易。梦瑶跟了你这么多年，现在当众退婚，传出去，别人怎么说我沈家？就是，我姐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酒席损失费加起来20万，不多吧？20万？你们这是抢钱啊！嫌多那就别退婚啊！让你儿子跪下来，把房子加名，彩礼加钱，孩子接回去养。沈梦瑶，刚才你亲口说了孩子和我无关，现在你妈又让我接回去，你们沈家到底哪句话是真的？我妈是一时气话。什么气话？你肚子都大了，秦家不负责谁负责？阿姨，我就是气不过嘛。既然你们沈家今天话这么多，那就白纸黑字写清楚。你写什么？写清楚你我两清。第一，秦川与沈梦瑶自愿解除婚约；第二，双方婚前赠与彩礼金饰今日全部结清；第三，沈梦瑶腹中胎儿与我无关；第四，自今日起，沈梦瑶及沈家所有债务与我及秦家无关。你家穷成这样，还怕我们赖你债？就是，秦川，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我女儿以后可是顾太太，能有什么债要你背？这小子为什么偏偏要写债务？签就签，秦川，你别后悔。等等，又怎么了？顾少既然要接手，那也签个见证人。我凭什么签？你不是最相信他吗？还是说，顾少也怕以后替沈家背债？好，我签。上钩了。希望你以后别哭着求梦瑶回头。第一份正式礼物到手。秦川，协议签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也没有关系。求之不得。你努力一辈子，也买不起顾少一辆车。车是租的，还是抵押的？你什么意思？随口问问。秦川，梦瑶现在是我的女人，以后离她远点。顾少放心，别人用过的盘，我不接。
好，我要把这个豪门完整送给你。小川，是妈没用，让你今天受这么大委屈。妈，不是你的错。可这么多人看着沈家又闹成这样，你以后怎么做人啊？妈，这辈子不该做人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站住！把东西留下！还有事儿？这个镯子是我们梦瑶订婚时戴过的，不能让你们拿走。这是我们秦家祖传的镯子，是订婚前给梦瑶试戴的。退婚了，自然该还回来。戴过就是我女儿的，你们秦家自己留不住媳妇儿，还想拿回东西，没门儿！老东西，你再碰我妈一下，我让你这只手以后只能端碗。没天理了！秦家退婚还打人，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小川，算了，一个镯子而已，给他们吧。妈，别摘，妈，这辈子你不用再为了我低头，更不用为了我跪下。大家刚才都在场，沈梦瑶已经亲口承认，自愿解除婚约，孩子与我无关，婚前赠与全部结清。是，孩子和你无关，我沈梦瑶以后嫁谁都跟你这真不是秦川的。那刚才还逼人家家房明把人当冤大头吗？秦川，你竟然录音！不录音，怎么防狗咬人？秦川，你别太过分。顾少心疼了，那就把沈家想抢的镯子买下来，30万。现在转账，这镯子归你们。一个破镯子要30万，你怎么不去抢？刚才不是说戴过就是你们家的？哼，怎么30万都拿不出来，也敢做顾家亲戚？你他妈找死啊！不会做人，就先学学怎么跪。小浩，你没事吧？顾姐夫，你看他打我！秦川，这笔账我记下了，最好记清楚，以后要还的不止这一笔。妈，别怕。小川，你今天怎么像变了个人？因为上一世我已经把该跪的、该忍的、该死的全都经历过。顾氏未来城最大债权人，明晚愿意见你，但这笔债很危险，你想清楚。危险的不是债，是他们欠我的命。秦先生，林律师，我先说明，我只接合法委托。你说要查顾氏，还要收顾氏的债权，如果目的是恶意报复，我不会帮你。我要的是合法清算。这里面是什么？证据，现在还不够，但会越来越多。顾氏未来城项目，表面估值3个亿，实际已经停工3个月，银行贷款逾期，民间贷滚到至少5000万。顾承泽开的那辆车已经抵押2次，顾远山名下几套房也被查封预警。换句话说，顾家现在不是豪门，是一栋刷了金漆的危楼。你前女友如果真要嫁进去，最好现在就跑。他不会跑。你这么确定？他只相信自己的豪车、名表、婚纱和朋友圈点赞。不到债主堵门那天，他不会信那是假的。顾氏现在最缺的不是项目，是新的担保人。银行不放款，老债主肯延期，他们需要一个新的人签下连带担保，证明顾家还有新资金、新联姻、新信誉。沈梦瑶，她怀着顾承泽的孩子，又急着当顾太太，是最容易被哄着签字的人。上一世，他就是这么哄我签的。上一世我看不懂这些字，他们说只是帮梦瑶走个流程，结果这4个字压死了我全家。秦川，你要是不签，顾家就不让我带孩子回去。你不是说会爱我一辈子吗？秦川，大家都是一家人，签个担保而已，不会真让你还。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秦先生，你没事吧？这一次谁签谁还。你想怎么做？帮我联系顾氏最急着回款的债权人，我要买下第一笔债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一旦你入局，顾家一定会盯上你。那就让他们盯，我要站在债主的位置，看他们跪下来。明晚8点，老周茶楼，他手里有顾氏2000万债权，已经被拖了1年。你要是能说服他，这是你的第一张牌。不是第一张牌，第一张牌今天已经签了。梦瑶，这才叫豪门啊！秦家那破房子，给人当厕所都嫌小。姐，我以后是不是也能住这儿？等我嫁进来，你就是顾少的小舅子，谁敢看不起你？梦瑶，小心点，你现在怀着我们顾家的孩子，可金贵得很。承泽，梦瑶来了，叔叔好。还叫什么叔叔？你肚子里怀着承泽的孩子，早晚是一家人。我们梦瑶命苦，之前差点被秦川那个穷小子耽误，幸好顾上有眼光。秦川那种人确实配不上梦瑶。爸，我说了，梦瑶是真心跟我，不是图钱。叔叔，
我爱的是程泽这个人，不是顾家的钱。既然梦瑶这么真心，那叔叔也不能亏待你。股权？顾董这是要给我们梦瑶股份？未来城是顾氏最重要的项目，梦瑶将来要进顾家的门，自然也该参与进来。签了这个，他就是顾氏未来城的项目合伙人。合伙人？梦瑶，我爸这是认可你了。叔叔，谢谢你。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顾董，那这项目以后是不是能分红？当然，未来城一期回款后，梦瑶作为合伙人会有对应收益。姐，你发了！秦川，你看到了吗？你不给我的安全感，顾家给，我沈梦瑶马上就要飞上枝头了。小伙子，顾氏欠我2000万材料款，拖了1年。你说你要买我的债，你拿什么买？我先付300万，剩下追回后按比例补足。300万买2000万债权，你胃口倒是不小。周总，顾氏现在的情况您比谁都清楚，再拖下去，您可能1分钱都拿不到。未来城2期融资已经失败，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找新担保人，把债继续往后拖。你怎么知道这些？我不仅知道这些，我还知道顾远山今晚会让一个叫沈梦瑶的女人签连带担保。你连这个都知道？所以你该明白，我不是来赌的，我是来收网的。我被顾元山拖了1年，工人天天堵我家门。你要是真能把钱追回来，这债我转给你。他要签了，你要阻止吗？他自己选的豪门，我为什么要理？程泽，这么重要的文件，我是不是该找人看看？梦瑶，你不相信我？不是，我只是……没关系，你不签也可以。只是我爸好不容易认可你，想让你参与顾家项目。你现在犹豫，他会觉得你还把自己当外人。我没有。梦瑶，你傻啊！顾董给你股份，你还犹豫什么？这种好事，秦川那个穷货8辈子都给不了你。姐，快签啊！你签了就是项目老板娘了。女人嫁人，最重要的是婆家认可。顾董都这么有诚意了，你别不懂事儿。程泽，我信你。我就知道你最懂我。好，从今天开始，梦瑶就是顾家人了。谢谢爸。爸，他签了，银行那边能拖多久？沈梦瑶签了担保，沈家房子后面也能做抵押，至少能先稳住老周和几个材料商。老周那边最近催得很勤，老周不足为虑，他要的是钱，不是命，给他画个饼，再拖2个月。可是秦川好像在查顾氏。秦川就是沈梦瑶那个前男友，他今天在订婚宴上特意写了债务免绝协议，还找人查未来城。一个被甩的穷小子，怎么会盯上未来城？我也觉得不对。查一下秦川最近见过什么人，尤其是律师、债权人、银行那边的人，不管他知道什么，都别让他靠近老周那批债权。明白。顾总，老周那笔2000万债权刚刚转出去了。转给谁了？秦川。秦川？顾元山不是好惹的人，你接了这笔债，他肯定会找你麻烦。我等他来。这已经是第2份了。第1份是什么？沈梦瑶亲手签的退婚免责协议，他承认孩子和我无关，也承认以后他家的债和我无关。所以将来顾氏暴雷，他不能回头找你接盘。不止不能，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是他亲手放弃了退路。他真的签了8000万。你早就知道。上一世我替他背过，现在该他自己背了。梦瑶，笑一个，妈发朋友圈，让那帮亲戚看看我女儿嫁的是什么人家。姐，我能不能也发？我要让以前看不起我的人都看看，我姐夫是顾少。发吧。他在炫耀。挺好。好。他怕以后不认账，现在自己帮我留证据了。喂，秦川买下了老周的债，从现在开始，他是我们的债主之一。秦川，你找死！秦川，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你永远给不了我的生活。别急，你想要的豪门生活，我会一件不少的送到你手上，包括……梦瑶啊，妈这辈子都没进过这么大的别墅，你这次是真选对人了。秦川那种穷小子跟顾少一比，
连提鞋都不配。姐，等你当上顾太太，我是不是也能开顾少那种跑车？放心吧，以后你是顾家的小舅子，谁还敢看不起你？孟瑶既然已经是顾家自己人，那沈家自然也是顾家的亲家。顾董说的是，我们沈家以后肯定跟顾家一条心。既然是一条心，那未来城项目沈家也可以参与一点。我们也能参与。未来城是顾氏最重要的项目，一旦开盘，利润不可估量。顾董的意思是，让我们沈家也入股。若不是孟瑶肚子里怀着程泽的孩子，我不会开这个口。爸，你对我真好。傻瓜，一家人当然要互相扶持。这个需要我们做什么？沈家可以先认购一部分项目份额，等2期开盘回款，抵押自然解除，你们还能分红。资金不够也没关系，可以用房产做临时抵押。可咱家就那一套房子，顾家这么大的产业，还能坑咱们一套破房子？爸，你们以前不是总说希望我嫁得好，带着全家翻身吗？叔叔放心，我顾承泽还能让娘家吃亏。那我以后是不是就是顾氏就是项目推广负责人了？当然，年轻人就该多锻炼。沈家刚刚用唯一住房做了未来城2期抵押，沈浩也签了一份渠道借款确认书，金额80万。他们全签了？全签了。秦川，沈家固然贪，但他们现在已经被顾家拖下水，你确定不提醒？提醒过了。什么时候？沈梦瑶退婚那天，我让他查顾氏未来城，他选了顾承泽。这份不放进去还不够。那什么才够？等他穿着婚纱站在所有人面前，说自己终于嫁入豪门的时候。哎呦，这车不便宜吧？咱们小区谁家亲戚这么有钱？这对呀。都让让啊！别碰到我姐夫的豪车，刮一下你们赔不起。这不是秦川以前那个未婚妻吗？听说退婚了，转头找了个顾氏集团的少爷。这命还真好。沈梦瑶，你来干什么？阿姨，我听说秦叔叔身体不好，特意来看看。这些衣服和补品都是我不要的，你们家日子紧，应该用得上。我们不需要。哟，还挺有骨气。你儿子都被我们梦瑶甩了，你还端什么架子？就是，秦川这辈子也就配住这种破楼了。我姐以后可是顾太太。哎，妈，没事，有我。秦川，你什么意思啊？别人穿剩下的东西，脏。你骂谁脏的？谁心虚，骂谁。秦川，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姐现在是顾少的人，你敢这么跟她说话？沈浩，顾家的债还没到你头上，你就已经这么急着替他们叫了？什么债？你少在这装神弄鬼！秦川，你又想说顾家坏话？顾家好不好，你不是最清楚吗？项目合伙人准顾太太，未来城股东。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发的。顾氏未来城协议封面，你现在最好多发一点，以后你想赖账的时候，这些都是证据。秦川，你就是嫉妒。1个月后，我和承泽订婚，到时候你全家来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豪门。哼，好啊。你，我会去，而且我会给你准备一份大礼。小川，妈是不是给你丢人了？妈，你没有丢人。刚才那么多人看着，他拿旧衣服羞辱我，我却一句狠话都说不出来。能保护家人的狠话，以后我来说；能讨回来的公道，以后我来讨。小川，你别为了他毁了自己，他已经走了，就让他走吧。秦川一家真贱。妈，他不是走了，他是欠了债，还没还。顾氏今天有一笔银行贷款到期，顾远山正在用沈梦瑶和沈家担保拖延，顾家第一次暴雷，要来了。炫耀完了吗？轮到顾家还钱了。
顾董，未来城一期贷款已经逾期，如果今天不能提供新的担保或还款计划，银行会启动冻结程序。我们材料款拖了1年，你顾氏天天说马上回款，马上回款，钱呢？老周那笔债怎么回事？听说债权转给别人了，都是谣言。顾氏这么大集团会差你们这点钱？不差钱，那你还钱啊！诸位稍安勿躁，顾氏未来城2期已经有新的合作方加入，准儿媳沈梦瑶以及沈家已经签署项目担保和抵押文件。如果担保真实有效，银行可以暂缓30天。沈家他们有多少钱？钱不重要，重要的是顾氏已经完成新的资金信用补充。承泽，爸，今晚让沈梦瑶再签一份补充协议，担保范围要扩大到未来城2期全部债务。他会不会起疑？他不是爱你，那就让他证明。梦瑶，过来签个字。又签？怎么了？我前2天不是已经签过项目协议了吗？今天我爸妈也签了抵押，怎么还要签？你不相信我？不是，我只是觉得最近签的东西太多了。梦瑶，我为了让你进顾家，顶着多大压力，你知道吗？我爸本来不喜欢你，是我一直在替你说话。你怀着我的孩子，我当然会护着你。可你要是连这点信任都不给我，我爸会怎么想？顾家上下会怎么想？1个月后，你就是全城最风光的新娘，到时候秦川也会看到。你难道不想让他后悔吗？我当然要让他后悔。那就签吧，签了，你就是顾家真正的女主人。承泽，你以后不会骗我吧？傻瓜，我怎么会骗你？他又签了，担保范围扩大到1期、2期全部融资债务，这已经不是普通入股，他现在几乎被绑在顾氏未来城上了。他签字的时候开心吗？你现在还有心情问这个？他越开心，后面才越记得住。秦川，你这已经不只是分手报复，你在等他一步步走到悬崖边。上一世是他们把我一家推下去的。顾家现在还差什么？他们今天只是暂缓了银行冻结，但撑不了太久。下一步，顾远山一定会想办法弄钱。他会找谁？沈家已经被炸得差不多了，如果顾承泽还想从你这里拿钱，只有一个办法。沈梦瑶，他会回来卖惨。那就让他来。小川，你爸出事了，医生说要马上手。妈，小川，医生说你爸必须马上手术，押金要20万。家属，患者情况不太稳定，手术押金尽快缴上，时间不能拖。怎么可能？这张卡里有28万，是我爸的手术钱。梦瑶，钱呢？我弟买车急用，我先借给他了。你爸晚几天手术又不会死，那是救命钱啊！抱歉，我们尽力了。20万押金，刷。交上了，真的交上了。交上了，这次爸会没事。秦川，你果然在这儿。你还有钱给你爸做手术，那正好，先把我们沈家的赔偿拿出来。赔偿？你退婚害我女儿名声受损，20万青春损失费1分不能少。你们还有没有人性？老秦正在里面抢救，你拿人抢救关我们什么事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秦川，赶紧拿钱！我姐现在怀着顾家的孩子，情绪不能受刺激。你要是再纠缠，我姐夫不会放过你。我什么时候纠缠他了？秦川，我本来不想来的，可你在小区楼下那样羞辱我，我妈气不过。你把20万赔给我，我们以后两清。两清？对，两清。沈梦瑶，订婚宴上你签协议的时候也说过两清。现在我爸躺在抢救室，你又来要钱，你觉得我秦川很好拿捏是吗？秦川，男人做事留一线。梦瑶毕竟跟过你，你让她受了委屈，赔点钱也合理。顾承泽，你顾氏缺钱，缺到让怀孕女人出来讹前任，你胡说什么？
那就让大家听听，到底是谁欠谁。秦川，你要干什么？让你再承认一次，孩子不是我的，债也不是我。秦川，你别放！怕什么？你不是要两清吗？是，孩子和你无关。我沈梦瑶以后嫁谁都和你秦川没关系。孩子不是他的，还来找他要钱？人家爸在抢救室，他还来要青春损失费，这也太不要脸了吧！录音算什么？他剪辑的，他污蔑我女儿。录音可以剪，白纸黑字呢。沈梦瑶自愿解除婚约，沈梦瑶承认腹中胎儿与我无关，沈家一切债务与秦家无关。秦川，你别把事情做绝！我爸在里面抢救，你们来抢手术钱的时候，怎么不说别做绝？秦川，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秦川已经被你们逼死了。装什么？你不就是嫉妒我姐嫁进顾家吗？疼！放手！沈浩，你再敢碰我妈和我爸的手术钱，我让你那份80万借款提前到期。小浩，什么80万？没什么。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好女婿已经让沈浩签了顾氏渠道借款确认书。顾少，这是真的？秦川，你查的挺多。不多，刚好够看清顾家这艘船什么时候沉。程泽，什么借款确认书？我弟签了什么？商业上的事，你一个女人少问。沈梦瑶，这就是你选的豪门，还满意吗？秦川，你别得意，就算顾家有一点小问题，也比你这个穷鬼强10000倍。好，那你可千万别后悔。小川，幸好你留了证据，不然今天妈真不知道怎么办。妈，以后他们再也欺负不了我们。患者手术很及时，目前情况稳定，后续观察就行。前世最大的遗憾之一，在这一刻被改写。秦川，第2笔债权人联系上了，他手里有顾氏1500万债权，但他只愿意见你一面，明天上午10点。地址发我。医院那边，你又把事情办砸了。爸，不是我办砸，是秦川那个穷鬼不知道从哪学会了留证据，他手里有沈梦瑶签的退婚协议，还有录音。我问的不是沈梦瑶，我问的是老周那笔2000万债权为什么会转到秦川手上？我也没想到老周会把债权卖给他，没想到！你到现在还觉得他只是沈梦瑶的前男友？他不是来抢女人的，他是来掐顾氏喉咙的。爸，他手里就一笔债，翻不起什么浪。一笔债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知道从哪儿下刀。程万里那边你去安抚过没有？程万里那个建材商，他不是一直被我们拖着吗？他手里有未来城1500万建材款，还有一部分原始对账单。如果这笔债也落到秦川手里，顾氏的窟窿就藏不住了。我现在就去找他。晚了，秦川比你动作快。秦先生，我不管你和顾家有什么仇，我只想拿回我的钱。顾氏欠我1500万，拖了快1年，我厂里20多个工人等着吃饭。我知道。债权收购协议，首付款200万，追回款项后按约补足。你真愿意先给我200万？这是首付款，剩下的我替你向顾氏追。小伙子，你太年轻了，顾远山不是好惹的，他欠钱不还，却能让欠债的人反过来跪着求他。那是以前。你为什么非要碰顾氏这笔烂债？因为上一世这笔债压死过我全家。上一世？程老板，你只需要知道，顾远山欠你的钱我会帮你收，顾家欠我的命我也会一起收。好，这债我转给你。程总，你之前说顾氏财务有人留过原始资料，有。顾氏前财务主管何敏，顾氏伪造流水、诱导担保、转移资金的资料，他手里都有，但他最近被顾家盯得很紧。他愿意见我们吗？这是他以前留给我的联系方式，但我提醒你们一句，顾成爷已经在找他了。秦川，顾家动手了，那就比他们快。爸，怎么样？程万里的债也转给秦川了？不可能，他哪来的钱？到现在你还在问他哪来的钱？你该问的是他下一个要找谁？何敏，没错，何敏手里的东西绝不能落到秦川手里。我亲自去堵林之夏。至于何敏，我让人把他带回来，
这次再办砸，顾氏不用等秦川收债，你自己先滚出去。秦川，你真以为买了几张破债条就能跟顾家斗？林律师，这么晚还加班？顾少，有事？我听说你最近帮秦川查顾氏。我是律师，只做合法委托。合法？笑话！你们一个收烂债的，一个刚入行没几年的律师，也敢把手伸到顾氏头上？顾少要是觉得我们违法，可以报警。你现在带人堵我，才比较像违法。林之夏，我知道你有点本事，但律师圈子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一句话可以让你接不到任何案子。那你试试。林律师，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何敏的联系方式交出来，我就当今晚没见过你。你们越急，说明何敏手里的东西越重要。动手！顾承泽，你是真不长记性。继续，威胁律师抢夺文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秦川，你跟踪我，你太看得起自己了。我是来接林律师，让开。不让也行，我已经报警，也把录像同步发给了3个人。顾家现在最怕什么？你比我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收债？就凭你们欠钱，老周2000万，程万里1500万。还有你们正在找的何敏。顾少，你说下一份文件进红袋的时候会是什么？秦川，你别逼我。顾城，你搞错了，从你们把债往我家头上扣的那刻起，是你们逼。真以为你能赢？我只需要让你们把自己签过的东西一页一页认清楚。你刚才其实可以直接把视频交出去。不急，又是不急。现在交出去他最多丢脸，顾家会找人压下去，沈梦瑶也会继续装瞎。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等他亲口告诉所有人，他终于嫁进豪门。等顾家把他、沈家孩子担保债务全绑在一起，到那时他才赖不掉。你恨他？我恨他们害死我爸妈，可这一世你爸妈还活着，所以我更不能让他们再死一次。红袋里现在有3份东西了，还不够，还缺什么？顾氏内部证据。何敏主动联系我们了，第3份大礼要来了。爸，秦川里手现在有3500万债权，何敏那边我会叮嘱，绝不能让他把 U 盘交出去。沈梦瑶，他已经签了，跑不了。沈家房子也抵押了，沈浩的借款确认书也签了。只要订婚宴办起来，投资人看到顾沈联姻，就还能再拖一波钱。梦瑶，怎么了？你刚刚说我已经签了，跑不了，是什么意思？你听错了，我是说你已经签了订婚宴流程，婚纱也定了，当然跑不了。那秦川为什么会有顾家的债权？顾氏是不是真的欠了很多钱？又是秦川跟你说的？我只是想知道真相。沈梦瑶，你现在是顾家准儿媳，你不相信我？我没有。那就别问，商业上的事不是你该管的。订婚宴提前到下周，名单你看一下。为什么提前？我爸说早点把关系定下来，对孩子好，也让外面那些不长眼的人知道你是顾家的人。还有，把秦川一家也请来。请秦川？他不是一直嫉妒你嫁进顾家吗？那就让他亲眼看看，他这辈子都给不了你的排场。梦瑶啊，订婚宴是不是要提前？太好了，妈已经跟亲戚都说了，你要嫁顾家了，你可不能给妈丢脸。妈，我总觉得顾家最近有点不对劲。你又听秦川那个穷鬼胡说了是不是？顾家那么大的别墅，那么大的公司，还能缺钱？梦瑶，你现在退一步，就是承认自己当初选错了。你现在必须风风光光嫁进去，让秦川，让那些邻居，让所有看不起我们沈家的人都闭嘴。我没选错。这就对了，发个视频吧，就说你很期待成为顾太太。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选对男人。下周我会成为顾承泽的未婚妻，也会成为顾氏未来城的女主。秦川，下周我和承泽订婚，希望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未来。小川，别去了。咱们惹不起，躲得起。妈，不是我们躲不起，是他们快躲不了了。合同，8000万，谁让你翻这个的？承泽，
这个8000万是什么意思？我说了，商业上的事儿你少管。沈梦瑶，你终于开始看合同了，可惜晚了。秦先生，我们听说你能帮我们追回顾氏欠款，所以才来看看。但顾氏那边有人说你是非法收债，专骗我们这些小债主的钱，还说你以前被前女友甩了，故意报复顾家，我们也怕被卷进去。这些都是恶意造谣，我们所有债权收购、委托追缴都走合法流程。可顾氏毕竟是大公司，我们斗不过他们。这是顾氏未来城停工照片，这是老周证券里的债权转让备案，这是顾氏用新担保人拖延债务的材料。顾氏真的快不行了，他们现在靠豪车、订婚戏、假项目包装门面，你们再等，只会被拖到破产清算队伍最后面。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联合起来，单个债主会被顾家吓退，10个债主就能让顾家坐不住，100个债主，顾家就捂不住窟窿。你们可以不转让债权，只签联合追偿委托，风险我们说清楚，流程全部合法。我签，我也签。顾承泽，你越造谣越说明你怕，你怕我就继续收。他们签了。秦川那边现在已经联合了7个债权人，虽然金额都不大，但加起来也有600多万。一群墙头草！不是他们墙头草，是他们终于闻到血腥味了。爸，要不我们找人把秦川办公室砸了？你是嫌他手里的录像不够多？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投资人，订婚宴必须办，而且要办大。沈梦瑶必须笑着站在你身边，让所有人相信顾家还有联姻，还有项目，还有未来。那秦川呢？请他来，让所有人看看，他只是一个被甩后发疯的前男友。等他在订婚宴上闹事，我们就能顺势把成敲诈勒索、恶意收账。爸，您的意思是让他自己跳出来？他不是想要证据吗？那就给他一个舞台，看他有没有命令场。秦川，这次我让你当着全城人的面变成笑话。顾家把订婚宴提前了，还故意给你家送了请柬。他们这是故意羞辱人啊！小川，小川，你想去就去，爸这条命是你抢回来的，以后你做什么，爸都信你。老秦，但有一点，别为了那种人把自己搭进去。爸，我不会，他们请我去看豪门，我当然要去。去做什么？去给他们送礼。不过现在礼还差最后几样。我出去一趟。这么晚了去哪儿？取礼物。有人跟踪，至少2个。林律师，我是林之夏。秦川，你就是那个买顾氏债权的人。是。我只想自保，顾远山让我做假账，顾承泽让我签假流水，我不想最后替他们坐牢。何敏，顾总找你回去谈谈。他们来了。林律师，报警。少装，何敏偷了公司资料，我们只是带他回去。那不是偷，那是你们让我伪造流水的证据，是顾远山让我把空账做成回款，是顾承泽让我把沈梦瑶签的担保改成项目入股。你继续说，我录着。别逼我把防卫做完整。没事了，没事不了，顾氏要完了，但他们会让我背锅。这里面有顾氏真实账本，还有顾远山让我们包装沈梦瑶担保协议的会议录音，以及顾承泽亲口说沈梦瑶就是新担保时的录音。8200多万，他们对外披露的只有3000万。3000万是给投资人看的，真实数字顾远山不让外传。这已经不只是普通债务纠纷，诱导担保、虚假披露、伪造流水都有了。复制备份。我已经备份到加密云盘，也会做证据保全。秦先生，我能问一句吗？你为什么非要等到订婚宴？因为沈梦瑶最在乎脸面，她踩着我爸的手术前炫耀，踩着我妈的尊严上位。她不是想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自己选对了吗？那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她，她到底选了什么。第3份礼物到手。何敏跑了。什么？他见了秦川和林之夏，U盘多半已经落到他们手里了。该死！订婚宴不能取消，不仅不能取消，还要办得更大。我们必须赶在秦川动手前稳住投资。可是他手里有 U 盘，那就让他来。只要他敢在订婚宴闹，我们就说他敲诈、伪造、恶意报复，舆论先压死他。U 盘，秦川说的合同是真的，顾家真的有8000万债。沈梦瑶那边盯紧，订婚宴当天他必须笑，必须挽着你的手，必须让所有人相信顾家没事。他跑不了，他肚子里有我的孩子，沈家房子也抵押了，他现在不嫁也得嫁。
你听到了多少？程泽，你告诉我，我签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你自己想当顾太太，现在怕了，晚了。豪门门票你已经签收，接下来该验票了。程泽，我签的那些合同真的没有问题吗？梦瑶，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的订婚宴。那你现在该想的是怎么漂漂亮亮的站在我身边，而不是被秦川几句话吓得疑神疑鬼。可我看到合同上写着8000万。沈梦瑶，你现在已经是顾家的准儿媳，你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你爸妈抵押了房子，你弟弟也签了顾氏渠道借款，你现在问有没有问题，晚不晚？你是在威胁我？不是威胁，是提醒你，今天外面坐着投资人、银行的人、债权人还有媒体，必须笑，笑得越幸福，顾家越稳，顾家越稳，你这个顾太太才越值钱。梦瑶，今天是你进顾家的大日子，别让叔叔失望。我知道了吧？这才像顾家人。顾氏未来城，城市未来新中心，财富人生新起点。看见没有，这排场，这才叫嫁女儿。不像某些穷人家，连房子家名都舍不得。梦瑶这孩子从小我就看出来有富贵命，以后叫我沈总，别再叫我沈浩了。我现在可是顾氏未来城渠道负责人。沈叔叔，你可真是好福气啊！就是，沈总现在可是大人物了。小川，咱们真的要来吗？妈，别怕，他们请我们来，不就是想让我们看吗？那我们就好好看。哟，秦帆，你还真敢来啊！亲家不对，现在不能叫亲家了。周大姐，你坐那边吧。哎呀，真不好意思，今天来的都是顾氏贵客，位置紧张，你们能进来看看，已经是梦瑶大度了。这妈，你别这么说，人家也不容易，穷人嘛，能坐进5星级酒店吃顿饭，也算开眼了。妈，坐。小川，离戏台近一点，看得更清楚。让我们祝福顾承泽先生与沈梦瑶小姐从此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今天不只是程泽和梦瑶的订婚宴，也是顾氏未来城新阶段见证。梦瑶已经正式参与未来城项目，与顾家同心同德，共享未来。今天现场还有一位特殊来宾，他曾经与沈小姐有过一段缘分，虽然无缘走到最后，但相信他一定会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林川，既然你来了，就上来说2句吧。毕竟如果不是你放手，我也遇不到程泽这么好的男人。林川，上去啊！小川，别去，他们就是想羞辱你。妈，有些礼不上台送不到他们手里。秦川，别紧张，你只要说一句祝我幸福就够了。秦先生，今天是我和梦瑶的好日子，你能来，我很高兴。毕竟不是每个男人都能亲眼看着前女友嫁入更好的生活。沈梦瑶，你确定要我祝福？当然。那我祝你嫁得其所，债有所归。秦川，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顾氏未来城这么大的项目，你现在也是合伙人，我这个债主提前祝贺一下，不应该吗？债主？什么债主？顾氏欠他钱，未来城不是稳赚项目吗？秦川，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老周2000万，程万里1500，顾氏未来城目前已有3500万债权转到我名下。顾少，你办订婚宴之前，是不是该先把欠我的钱还了？秦先生，今天是犬子的订婚宴，你因为私人感情纠纷在这里恶意造谣，未免太难看了。顾董觉得债权转让通知书是造谣，顾氏从未逃避债务，但你在订婚宴上公然闹事，明显是因梦瑶退婚而心怀怨恨。各位，大家都知道，秦川曾是梦瑶的前未婚夫，他今日所为并非商业行为，而是感情报复。秦川，我知道你恨我，可我已经怀孕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逼我？一个大男人订婚宴上逼孕妇，太难看了。前男友报复吧？顾家那么大，怎么可能欠他钱？秦先生，请问你是否因为沈小姐选择顾少，所以怀恨在心？你在订婚宴上闹事，是否涉嫌敲诈？你手里的资料能保证真实吗？秦川，你以为拿几张破纸就能毁了顾家？今天这里全是我们的人，我让你怎么上来，就让你怎么跪着滚下去。你确定这里全是你们？各位，我是秦川先生的法律顾问林之夏。秦川先生所展示的债权转让文件均有原造权人签字、付款记录和律师见证。若认为文件虚假，可以现在报警鉴定。此外，顾氏未来城一期停工3个月，银行贷款逾期，材料商集体追债，这些并不是秘密。问题是顾氏是否明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继续吸纳新担保？林律师，说话要讲证据。当然。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何敏的联系方式交出来。顾少，你为什么要堵秦先生的律师？何敏是谁？他手里有什么证据？这是剪辑，这是伪造。原视频已做证据保全，顾少如果认为伪造，欢迎起诉。你到底还知道什么？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但今天不是婚礼，我不送全套。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今天只是见面礼。顾少，订婚快乐！婚礼那天我会再来，到时候我会把真正的大喜送到你们手上。齐川，
你敢！妈，戏看完了，走吧。好。不能让他撑到婚礼，毁了他的公司，毁了他的名声，让他手里的东西变成废纸。我明白，一个订婚宴本来是用来稳投资人、稳银行、稳债权人的，现在倒好，所有人都知道顾氏欠了秦川3500万。爸，我没想到他会当众拿出来。你没想到的事太多了。秦川今天没有把 U 盘放出来，说明他还在等，他想等到婚礼再把我们一网打尽。所以，秦川说的大礼是真的。你闭嘴！我已经按你们说的做了，订婚宴也办了，你们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签了什么？签了能让你当顾太太的东西。可顾远山说我是新担保人。没错，沈梦瑶，你别忘了，是你自己在秦川面前说要嫁给我，是你自己签字要参与未来城，是你自己发朋友圈炫耀，说女人选对男人比努力重要。你现在想把自己摘出去，晚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让秦川闭嘴。怎么让他闭嘴？从明天开始，让所有人都知道秦川不是债权人，他只是一个被退婚后发疯的前男友。我会让他开的那间破公司第一天就臭掉。秦川先生，有人爆料你因退婚怀恨在心，恶意收购顾氏债权，你怎么回应？你是不是想利用沈梦瑶小姐怀孕敲诈顾氏？网上还有人说你和林律师关系不清不楚，债权收购资金来源不明，这是真的吗？各位，所有流程都有律师见证。顾氏现在就是想分化债权人。林律师，你这么维护秦川，是因为你们之间有私人关系吗？顾承泽给你们多少钱？你这是污蔑！我现在是顾氏登记债权人，你们下次接活之前，至少把甲方给的稿子读熟。你少转移话题，你敢不敢公开你的资金来源？敢。程万山债权收购首付款，银行流水，每一笔都能查。倒是顾氏欠款名单，要不要一起公开？已经4000多万了，顾氏欠我80万，我老婆病了都没钱治。秦先生，我欠。喂，秦川，你以为联合几个讨饭的债主就能动顾氏？4000多万了，这些讨饭的会把你们顾氏吃空。你别得意，你能收小债，但顾氏最大的债权人你碰不到。韩东升，看来我猜对了。韩东升确实是关键，但他一直不见外人。那就让他见。我是韩东升。明晚8点，云顶茶楼，带上你的红色文件袋。沈总，顾氏未来城渠道负责人是吧？对，我姐夫是顾承泽，你放心，这点钱我肯定还得起。80万本金加上这几天利息，一共92万。今晚不还，明天我就去顾氏订婚宴上找你姐。别，我姐怀孕呢，不能受刺激。哼，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沈浩，你又欠钱了。姐，我不是故意的，他们骗我。他们说顾氏渠道负责人要有牌面，我就跟他们玩了几把。小浩，你别怕，你姐现在是顾太太，没人敢动你。欠了多少？92万。你弟还真会给你长脸。承泽，你能不能先帮他还上？我以后慢慢还你。你拿什么还？顾少，小浩可是你未来小舅子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就可以，但顾氏没有白拿的钱。顾氏未来城渠道代偿协议。又要钱？不是你签，是你们沈家签。这300万违约责证是什么意思？意思是顾氏替沈浩还92万，沈浩后续给顾氏做渠道推广，如果做不成或者沈家反悔，就按合同赔300万。不能签，爸妈，沈浩已经签过80万借款了，不能再签了。沈梦瑶，那可是你亲弟弟，你现在当顾太太了，就不管娘家死活了？那也不能什么都签啊。沈梦瑶，你是不是后悔了？要不要我现在送你回秦川那里？可以，但你爸妈抵押的房子，你弟弟的借款，你自己签的担保，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统统自己处理。
瑶啊，妈求你了，你弟弟不能有事啊！姐，救我！我不想死啊！我签。沈家又签了，顾氏替沈浩代偿92万，沈家签下300万渠道违约责任，担保人是沈梦瑶、沈父、沈母，沈家全员都被绑进去了。顾承泽不会放过任何能绑住沈家的绳子。那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硬东西。秦川，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会变成这样？顾家让我签了很多东西，我看不懂，他们现在又让我爸妈、我弟都签了，我觉得不对，可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订婚宴之前，我让你看合同，你看了吗？我那时候以为你嫉妒。我让你查云州，你说我羞辱你；我让你别欠债，你说我穷鬼不懂豪门。沈梦瑶，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是你每一次都选了顾承泽。可我只是想过好日子，我想穿漂亮衣服住大房子被人羡慕，我有错吗？想过好日子没错，但你不该拿我爸的手术钱铺路，不该拿别人的孩子骗我接盘，不该踩着我妈的尊严炫耀，更不该明知道顾家有问题，还因为怕丢脸，继续把你爸妈弟弟一起拖下去。现在还有一个办法，你公开承认顾氏诱导你签署担保协议，配合我们做证据保全，我可以帮你申请撤销被欺诈重大误解下签署的部分协议，但前提是你必须停止继续替顾氏站台。也就是说，我还有救？不是保证能完全脱身，但至少可以止损。秦川，那你帮我，你以前最疼我了，你帮我这一次好不好？我可以让林律师帮你走合法程序，但我不会替你背1分钱债，也不会替你隐瞒你怀的是顾承泽孩子这件事。孩子是无辜的，我爸妈也是无辜的。选择权给你，明天上午你公开说明顾氏诱导担保。我让林律师帮你，如果你还要顾太太的面子，那就继续回去哭。沈墨瑶，你真来找秦川了？我只是想知道自己签了什么。你签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你不是要当顾太太？顾太太当然要和顾家共进退。你们说那是项目股份，没告诉我是担保。合同在你面前，是你自己不看，朋友圈是你自己发的。沈梦瑶，你现在想装受害者，晚了。秦川，你还真是阴魂不散。我没有去找他，是他自己来求救。求救？她是我的未婚妻，用得着你救？沈梦瑶，刚才我给你的选择还算数，你现在走过来，我让林律师帮你止损，你跟他走，婚礼那天我不会再给你退路。秦川，你就是想看我笑话，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沈小姐，你现在回去就是继续欠自己的债，我没选错。顾家不会倒，秦川，你别想骗我。好，那就婚礼见。走了，我的顾太太。小川，你爸今天能下床走几步了？医生说恢复的不错，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了。爸，等你出院，我带你和妈换个地方住，不住那个老小区了。小川，爸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你不说爸不问，但你记住，讨公道可以，别把自己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人。妈不懂那些债啊、合同啊，妈只知道你活得好比什么都重要。我知道，我要他们按照自己签下的合同，自己走进自己挖的坑。韩东升确认见面，但他提了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他不仅要看顾氏真实负债，他还要你证明顾远山确实存在诱导担保、转移资产和虚假融资，否则他不会把最大债权转给你。地点？云顶茶楼，今晚8点。顾远山今晚也会去见韩东升，他准备拿沈梦瑶和沈家新增担保，换韩东升延期3个月。那今晚就让韩东升看看顾家的筹码到底有多烂。顾董，你约我3次，我今天才来，你应该知道我不是来听漂亮话的。韩总爽快，那我也不绕弯子。未来城只是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只要韩总愿意把3000万债权延期3个月，我保证20期启动后连本带息1分不少。这话你去年说过，半年前说过，上个月也说过。顾董，生意场上信任可以给1次，不能给1辈子。我要看新的东西。
当然有新的。程泽即将与沈梦瑶结婚，沈小姐已经签署未来城项目担保协议，沈家也用房产做了抵押，这说明顾氏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有新的信用补充。拿一个孕妇和她娘家的房子当信用补充？韩总商场无父子，更何况她本来就是顾家准儿媳，既然想做顾太太，就该和顾家共进退。梦瑶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韩总放心，她跑不了。顾少，你这话听着不像谈婚事，像保票。年轻人说话直，韩总别介意。总之，只要韩少延期3个月，顾氏一定给您满意交代。今晚还有一位客人，秦川。顾董，你想让我延期，秦先生想让我转战，今晚谁能拿出真东西，我听谁的。秦川，你还真是阴魂不散。顾少客气，你欠的债没散，我当然也散不了。韩总，此人是犬子未婚妻的前男友，因退婚怀恨在心，恶意收购顾氏债权，四处造谣。这种人说的话不可信。顾董说完了吗？说完了，该我了。债权转让通知书，证据确凿，这些债不是我编的，每一笔都有原始合同、付款记录、律师见证。顾氏若认为虚假，可以现在报警。韩总，这里是债权证据链，我已做电子证据保全。不就是几张债条？韩总手里的债权比你这些加起来还重，你以为拿这些就能唬住人？韩总，我知道您不缺钱，您真正怕的不是顾氏还不起，您怕的是顾远山把顾氏掏空后，让您连清算资格都排不到前。未来城真实负债不是顾董对外说的3000万，是8213万6千，其中还有一部分被包装成项目合伙人风险共担，转给了沈梦瑶和沈家。你放屁！秦先生，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别只给我看债体了，我要看顾氏真实账。秦川，你敢！顾董急了。林律师，放给韩总看。8200多万，这是伪造的。韩总，秦川拿不出原始出处，他这是商业陷害。对外披露只能写3000万。沈梦瑶那份协议以项目合伙人包装，别让他看到完整担保风险。后续追加沈家房产抵押，必要时让沈浩也签借款确认。顾董，这也是伪造的。录音可以剪辑，现在技术那么发达，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原始录音已做公证保全，何明也愿意配合调查。顾少若坚持伪造，我们可以现在联系警方和司法鉴定机构。这是顾氏近3个月资产转出记录，未来城账户上早就没钱了。顾董所谓3个月延期，不是为了还债，是为了把剩下的壳再掏干净。顾远是你拿沈家的抵押来稳我，自己却在转移资产。韩总，商业安排而已。未来城这么大项目，资金腾挪很正常。正常到用孕妇当担保人，正常到把资产转去你7弟名下。我要是你啊，就不会再嘴硬了。秦先生，你给我看这些是想让我把3000万债权转给你？是。然后呢？你想怎么做？一口气把顾氏逼死，让所有债权人一起清算，还是只为了在婚礼上让你的前女友难堪？哼，韩总，你看清楚了吧？他就是报复，他恨梦瑶甩了他，恨他嫁进顾家。这种人拿到您的债权，只会把事情搅得更烂。韩总，顾氏若倒，谁都拿不到钱。你把债权交给秦川，就是让一个疯子点炸药。秦先生，我要听你的答案。我不是来毁顾氏的，顾氏已经被他们毁了。我想做3件事：第一，依法申请资产保全，防止顾氏继续转移资产；第二，按照工人工资、小额债权人的顺序，推进合法清算和追牌；第三，公开顾氏诱导担保和虚假融资证据，让后来的人别再跳进这个坑。你这么年轻，倒像是被债压死过一次。我被压死过，所以这一世，我知道债落在不该背的人身上有多疼。明天上午10点来我公司，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拿出完整清算方案，我可以考虑转债。韩总，顾董，你先想想明天银行约谈怎么解释吧。你们不会以为只有秦川在查顾氏吧？顾董，银行那边通知，明早9点，未来城项目专项约谈，还有监管部门也要调取未来城2期融资资料。顾董，你拖不住了。韩东升动摇了，一旦他把3000万债权给秦川，秦川就是顾氏最大债权控制人，到时候所有债主都会跟着他走。那就让韩东升转不了。你拿什么让他转不了？用你那张脸，还是用沈梦瑶肚子里的孩子？爸，实在不行就把婚礼提前，婚礼一办，到时候顾氏和沈家绑定，投资人看到顾沈联姻，至少能稳一波。不只是稳投资人，还要让沈梦瑶在婚礼上公开宣布
他自愿参与未来城项目，自愿与顾家共担风险。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了，未必愿意。哼，他不愿意也得愿意。他签了连带担保，他比我们更怕顾家倒。原来我真的只是筹码。你又偷听，又去偷听。程泽，我没有。听见了也好，省得我再解释。你们从一开始就只是想让我给顾氏背债，对不对？沈梦瑶，豪车你坐了，别墅你住了，订婚宴你也笑了，现在说自己被骗，谁信？婚礼照办，当天你要笑，要说你自愿，要让所有人相信顾家没事，否则你爸妈的房子，你弟弟的手，你肚子里的孩子，全都保不住。顾成义，你混蛋！你不是最爱豪门吗？这就是豪门。你把小额债权和工人工资放在我前面。是。我3000万债权比他们大得多。按利益来说，你应该先保证我。按良心来说，先保证他们。韩总，您亏3000万，痛。但那些小材料商亏几十万就是倾家荡产。我不想让顾家倒下后再多出一批被债逼死的人。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么硬。债权可以转给你，但我有2个条件。您说。第一，所有追槽流程必须合法。第二，追回款项优先支付工人工资和小额材料款。你若是为了私人恩怨乱来，我会第一个起诉你。我接受。韩总，这是债权联合清算承诺，秦川已经签过，我也会作为法律顾问监督执行。最大的一张牌到手。秦川，顾远山不会坐以待毙，婚礼之前他一定还会反扑。我知道。那你还等婚礼？沈梦瑶最在乎的是她选对男人的体面，顾承泽最在乎的是顾少的排场，顾远山最在乎的是顾氏没倒的假象。那一天开贷，他们才知道自己到底签了什么。还有一样东西，顾全山昨天为了说服我延期，亲手给我的。他说这是顾沈2家深度绑定的证明。我本来觉得这东西下作，不想看，现在看来你可能用得上。爸爸，你还真把自己当他爸了。这份报告如果是真的，婚礼上足够击碎沈梦瑶最后的谎言。顾远山为了证明沈梦瑶跑不了，把这份报告给我看，他以为这是筹码，现在他是炸药。沈梦瑶，你让我接的第一个盘，终于有名字了。林律师，这份报告确实出自我们医院合作实验室，但涉及隐私，我们不能随意提供原件。我理解，我不要求原件外联，只是申请核验报告编号、出具时间、签字人和样本提交记录。这是韩东升先生提供的复印件来源说明以及证据保全申请。编号、时间、签署记录均一致，可以出具核验回印，但报告内容仍需依法使用，足够了。报告是真的，而且沈梦瑶本人签过字，她早就知道孩子是顾承泽的。沈梦瑶，孩子烧到39度了，你跟我去医院。你不是他爸吗？你自己带去。爸爸，小孩子乱喊。秦川，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你替别人养了那么多年儿子，还真把自己感动了。秦川，别冲动。我不会冲动。这份报告很重要，但使用时要注意边界。婚礼上可以公开他曾以此作为顾沈绑定材料，但不能泄露不必要隐细节。我明白，我要打的是他的谎，不是孩子。这不是负债大礼包，这是他们自己签下的判决书。小川啊，我晚点去医院看你们。别太累了，过去的事儿该放下就放下。妈只要你平平安安。妈，快了。什么快了？快结束了。沈女士您好，您此前签署的胎儿亲缘关系鉴定报告核验申请已有第三方律师进行资料核验，请问您是否知情？第三方律师？你们把亲子鉴定报告给谁看了？顾承泽，你是不是把报告拿去给韩东升看了？秦川是不是拿到了？拿到又怎么样？那是我的隐私，是孩子的隐私，你们凭什么拿出去当筹码？沈梦瑶，你现在知道隐私了。当初你拿肚子逼秦川家房名给彩礼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孩子是我的？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你进顾家的门票，报告就是门票验真，没有这个，
你以为我爸会让你进门？所以我从头到尾就只是一个工具。你不是工具，你是担保人，也是顾家现在唯一能拿得出手的门面。贝叔，婚礼那天一个字都不许错。顾氏未来城2期融资材料中存在虚假回款流水嫌疑，我们需要调取完整账目、资金流向和担保人告知记录。银行方面会暂时冻结未来城项目部分账户，在风险核查结束前，顾氏不得新增融资，不得转移项目资产。冻结账户，未来城这么大项目，账户一动，工人工资、材料款都发不出去。顾董，顾氏被逼到今天，不是因为账户冻结，是因为你们自己账目不清。这些都是秦川搞的鬼，他恶意收债，煽动债权人破坏顾氏融资。顾少，顾氏逾期不是秦川造成的，虚假流水也不是秦川签的。他们这是要把顾氏逼上绝路。爸，现在怎么办？婚礼照办，而且要办的比原计划更大。我们必须在消息彻底爆开前，用婚礼稳住所有人。婚礼当天宣布未来城2期启动，让沈梦瑶当众表态，只要场面撑住，就还有一线生机。秦川一定会来，那就让他来。婚礼现场人越多越好，只要他敢闹，我们就说他逼死顾氏，逼死孕妇，逼死项目。舆论这把刀用好了也能杀人。我明白，爸，顾家这艘船要真沉了，我可不会陪着一起死。监管部门已经收到我们提交的证据备份，银行也启动了风险核查，也就是说，就算婚礼出意外，顾氏也跑不掉。婚礼不是为了替代法律程序，婚礼只是让沈梦瑶、顾承泽、顾远山亲眼看见自己搭出来的戏台塌掉。你准备公开哪些？第一，退婚免责协议，证明沈梦瑶早就承认孩子和我无关，债务与秦家无关。第二，新源关系报告核验回支，证明顾承泽才是孩子父亲，也证明顾家早就拿这个孩子当筹码。第三，韩东升和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协议，证明我不是闹事的前男友，是顾氏合法债权代表。第四，何敏 U 盘和顾氏真实负债表，证明顾氏不是短期周转，是已经资不抵债。第五，沈梦瑶和沈家担保链，证明他以为自己嫁入豪门，实际上签下债门。还有顾承泽威胁视频、顾远山会议录音、沈梦瑶朋友圈炫耀截图，都带上。婚礼请柬我收到了，您会来？当然，我得亲眼看看顾家怎么把8000万债务包装成爱情故事。秦川，最后提醒你一句，公开审判很爽，但别越界，你的目标是清算，不是毁灭。我知道。你真的知道吗？我爸活着，我妈也活着，这一世我不需要拿命去换他们的报应，我只要他们认账。沈小姐，您穿这件太美了，好看，太好看了！梦瑶啊，妈这辈子就指望你这一天扬眉吐气。等你嫁进顾家，看那些的邻居还敢不敢笑话我们沈家？最近那些风言风语，你别放心上。大公司哪有不欠债的？只要婚礼办了，你就是顾太。你这是什么表情？都到这一步了，你可不能再犯糊涂。拍个视频发给秦川，他不是一直想看你后悔吗？那你就告诉他你很幸福，告诉他你没选错。沈梦瑶，别忘了你的发言稿，你爸妈的房子，你弟弟的债。秦川，婚礼那天希望你能来，我会让你亲眼看到我沈梦瑶没有选错。你给不了我的未来，程觉给了我；你给不了我的未来，程泽给了我。他像是在求救，又像是在嘴硬。洪大，他还真敢来。程泽，我们取消婚礼吧，我求你了，我们取消吧。取消？你现在取消就是告诉所有人顾家真的出事了，婚礼必须办。可秦川会毁了我们的。那就让他来。婚礼现场，我会让他连袋子都打不开。袋满了，该送礼了。婚礼不能出任何差错。顾董放心，媒体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只要秦川敢闹，我们立刻把他打成因爱生恨、报复孕妇、恶意逼债的疯子。现场入口会严格检查，尤其是秦川那个红色文件袋，一旦发现，直接扣下。不能让他带那个袋子进来。现在知道怕了。发言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婚礼当天，他自愿成为顾在台商目合伙人。第二，他认可所有签署文件。第四，外界关于顾氏诱导担保的传言，均为秦川恶意构陷。我不说。你说什么？那些合同我根本没看懂，你们也没告诉我担保金额是8000万，我不能在婚礼上说我自愿。梦瑶，你是不是忘了，沈家房子已经抵押了，你弟弟的债是顾家替他平，你肚子里怀着程泽的孩子，还有你自己亲手签下了所有文件。可你们骗我！成年人签字叫选择，不叫被骗。贝叔，婚礼当天你敢少说一个字，我就让你爸妈明天睡大街。顾承泽，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对吗？爱？沈梦瑶，你不是最爱豪门吗？我现在给你的就是豪门的规矩。顾家婚礼现场一定会查你的袋子，甚至可能直接抢。所以不能只有一个袋子，
1号带公开展示材料，2号带证据保全，复印件，3号带核心原件备份。1号你带，2号我带，3号交给韩东升。U 盘内容已经做电子保全，监管部门、银行、韩东升那边都有备案。就算顾家把你人拦在门外，证据也会按时间节点公开。顾远山最喜欢用场面压人，那就让他看看场面压不住是谁。秦川，婚礼当天我会带几名债权人代表到场。韩总只要出现，顾远山就已经慌了。还有件事，顾承泽订了婚礼当晚飞新加坡的机票单人票，他要跑路？不只是跑路，他还在转移个人账户里的钱，顾远山未必知道。顾家父子果然都是一个德行，一个拿儿媳妇填债坑，一个拿亲爹和未婚妻当挡箭牌。这份证据要放进红袋吗？放。顾承泽，你给他的未来连一张同行机票都……我自愿成为顾氏未来城项目合伙人，我相信顾氏未来，我愿意与承泽与顾家共同承担。你在看什么？工作。婚礼都快到了，你还在忙工作？顾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以为婚礼是为了你那点少女梦？婚礼是给投资人看的，是给银行看的，是给债权人看的。那我呢？你负责漂亮，负责笑，负责让所有人相信顾家还有未来。那如果顾家没未来呢？没有如果。我不结了，我不嫁了，你们一家都是骗子！我要去找秦川，我要去找林立。你敢？放开我！我要止损，我要活！梦瑶，你现在想活早干什么去了？当初秦川让你查合同，是谁说他嫉妒？当初你发朋友圈炫耀顾太太身份，是谁一条接一条发？现在想撤，可以。你走，你前脚走，我后脚让你爸妈的房子被处置，让你弟弟被债主堵门，让全城人都知道你沈梦瑶怀着我的孩子，却被顾家退婚，背到你笑得像真的一样。小川，你爸今天走了20多步呢。我感觉再过几天就能回厂里上班。你还想上班？你给我老实养着。爸妈，等这件事结束，我带你们换个地方住，不住老小区，也不看沈家人的脸色。小川，婚礼你是不是一定要去？妈知道他们欠我们一个公道，可妈也怕。怕什么？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怕你又被他们拖进泥里，怕你为了讨公道把自己也赔进去。妈不想你输掉日子。妈，我答应你，我不会脏了自己的手，我要他们按合同认账，按证据低头，按法律还债。那就去，爸虽然帮不了你，但爸能站着送你去。你来干什么？阿姨，我想和秦川说几句话。妈，我来处理。秦川，我想退婚。那就退。可我退不了，我爸妈房子抵押了，沈浩欠了债，我自己也欠了担保。秦川，你帮我一次，只要你帮我把那些合同毁掉，我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合同不是我让你签的。我知道是我蠢，可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你只是想让我接盘孩子，想让我拿我爸的手术费给你家彩礼，想等顾家稳定后再把债甩给我。我那时候没想那么多，所以我替你想了，我替你想清楚了你每一次选择的后果，也替我自己，替我爸妈，替上一世的秦川留好了退路。上一世？你到底为什么总说上一世？沈梦瑶，我最后给你一次选择。那婚礼呢？取消，公开承认你们的错误。那我以后怎么做人？你还是更怕丢人。沈梦瑶，你不是没路，是你选的每条路都要保住你顾太太的面子。我不想输。那就别承认。那咱们婚礼见。你疯了！你跑来找秦川干什么？姐，你可不能退婚啊！我那债还指望顾姐夫帮我平呢。你们知道我签了8000万担保吗？知道顾家快爆雷了吗？知道我们全家都要被他们拖死吗？那你也不能现在退！你现在退，房子怎么办？你弟弟怎么办？我们沈家的脸怎么办？梦瑶妈求你了，你就再撑撑！妈，你明知道是坑还让我嫁，豪门哪有那么容易进？吃点苦也是正常的。再说了，你不嫁顾家，难道回头找秦川那个穷鬼？闹够了没有？放开我！沈梦瑶，婚礼前你再敢乱跑，
我就让你弟弟今晚先断一只手。姐，你别闹了，算我求你了。他又选回去了。不意外。秦川，明天婚礼别迟到，毕竟你这个前男友是我们爱情故事里最好的陪衬。明天别急着跑，我给你的礼物也有一份。婚礼见。顾家不能倒在我手里，至少我不能陪着一起死。顾少，您让我转出去的3笔钱已经处理好了，另外机票也确认了，只有您一个人的名字。很好，那沈不用管他，婚礼办完，他和沈家能拖住那些借主一阵，等他们反应过来，我早就走了。顾董知道吗？他知道了，就不是这个安排了。沈梦瑶，你不是想要未来吗？我给你，顾氏的未来全留给你。你要去哪儿？只有你一个人。所以婚礼当天，你让我公开说我自愿承担顾氏风险，然后你一个人跑。别说的这么难听。那我呢？你不是最想当顾太太吗？顾太太当然要留下来陪顾氏共患难。顾承泽，你不是人！我怀着你的孩子，为了你签了那么多合同，你怎么能一个人跑？沈梦瑶，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深情。你甩秦川不是因为爱我，是因为你以为我比他有钱。你签合同不是因为信我，是因为你想让所有人叫你顾太太。我们谁也别装无辜。你敢把机票的事说出去，我就让所有人知道，你早就清楚孩子是我的，却还想让秦川接盘。到时候你连受害者都装不了。顾承泽手里也有我的死穴，你到底想怎么样？明天穿上婚纱笑，说你自愿。顾承泽转移了个人账户资金，婚礼当晚单人机票也核实了。另外，沈梦瑶很可能已经发现。他会说出来吗？很难。顾承泽手里有她怀孕和接盘相关证据，他现在想活又想保住脸面，两边都要，最后只会被两边一起拖死。你还要把机票证据放进婚礼现场吗？要。这样一来，沈梦瑶会彻底崩溃。他崩溃，不是因为我公开机票，是因为他终于看见自己所谓的豪门梦，从头到尾没人打算带他走。太满了，他们欠的太多，一个袋子装不下。秦川，明天之后你就真的和过去切断了？不是明天之后，是我爸手术成功那天，是我妈没有跪下那天，是沈梦瑶签下退婚协议那天，我就已经不在过去了。明天，只是让他们。周大姐，今天梦瑶结婚，不请你们也显得我们沈家小气。你们可一定要来，毕竟这种5星级婚礼，你们这辈子可能就见这一次。秦川不是一直说顾家有债吗？今天你们亲眼去看看，什么叫豪门排场。我们不去。不去，是怕看见梦瑶风风光光嫁进顾家，心里难受。小川，他们就是想羞辱我们。妈，他们欠你的那一声道歉该还了。爸，您身体刚恢复，留在医院，我带妈去。那就好。今天你们可要好好看看我女儿怎么嫁进豪门。我会让你们看清楚，她嫁进去到底是什么。妈，别怕，场面越大，塌的时候越响。请把袋子交出来检查。婚礼还要查宾客文件，这是顾家的安排。秦川，别误会，我们只是防止有人恶意闹事，尤其是你这种前科太多。你想要这个袋子，不是想要，是你今天不交，就别想进去。秦川，你不会真想在婚礼上闹事吧？丢不丢人？顾少，确定要打开？我还以为是什么呢，装神弄鬼。秦川，你就这点本事？顾承泽，你怎么总以为真正的东西会放在你能抢到的地方？韩东升，你怎么来了？顾少结婚，作为顾氏最大债权代表，我当然要来祝贺。顾少，你刚才抢走的只是包装，礼物现在才到。各位来宾，各位亲友，欢迎来到顾承泽先生与沈梦瑶小姐的婚礼现场。你不是说红带已经扣下了吗？他准备了不止一个废物。沈小姐，该入场了。别忘了你该说什么。
婚礼结束后，你那张新加坡机票会带我吗？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说？等我一个人替你们顾家背完债的时候吗？沈梦瑶，你现在敢乱来，我们谁都活不了。梦瑶真漂亮，我女儿终于嫁进豪门了。妈，再等1分钟。现在，请新郎顾承泽先生向新娘沈梦瑶小姐许下爱的誓言。梦瑶，从今天开始，我会保护你，照顾你，和你一起面对未来。新娘，你愿意嫁给顾承泽先生，与他共同承担风雨，共创未来吗？我……等一下，哎，新娘还没收我的新婚礼物，这婚怎么能继续？秦川，你还要不要脸？我女儿都嫁人了，你还来纠缠她？大家都看看啊，这就是我姐那个穷钱男友。我姐嫁入豪门，她酸疯了。秦先生，今天是承泽和梦瑶的大喜日子，你若是来祝福，顾家欢迎；你若是来闹事，我只能请你出去。顾董别急，我今天确实是来祝福的。祝福？拿个破袋子来祝福？对，这个袋子里全是你们顾家和沈家自己签过的福气。我是秦川先生的法律顾问，现场所有资料均已提前完成证据保全。顾氏若强行抢夺或损毁文件，我们会立即报警并同步提交监管。顾董，我作为顾氏债权人代表，也想看看秦先生准备了什么礼物。韩总，这是顾家的家事。顾董，你拿婚礼稳投资人，拿新娘做担保人，拿顾沈联姻拖债务延期，这还叫家事？秦川，不要！沈梦瑶，当初你让我接盘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她现在嫁给我了，孩子是谁的，跟你还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退婚当天，沈梦瑶亲口承认，孩子与我无关。孩子真不是秦川的，那之前还逼人家家房明要彩礼，这不是骗婚吗？这是秦川逼我女儿签的，不算数。是，孩子和你无关。这又怎样？梦瑶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我认。顾承泽，恭喜，这个孩子确实是你的。你们真是把我们家当傻子骗啊！我只是……这不能证明顾家有什么问题。别急，孩子只是第一份礼，第二份礼轮到顾氏。老周2000万材料款，程万里1500万建材款，韩东升3000万本金债权，还有10几位小额债权人、工人工资、供应商欠款。顾董，今天现场这么多人，不如你当众说一句，顾氏未来城到底欠不欠？顾氏只是正常商业流转，是吗？任何大型项目都有资金周期。秦川，你一个被退婚的前男友，恶意收购债权，扰乱我儿婚礼，其心可诛。秦先生，你是不是因为感情纠纷故意报复顾家？沈小姐已经怀孕，你当众公开这些，是不是太残忍？你所谓债权，是不是敲诈勒索？秦川，我知道你恨我，可我都已经结婚了，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我怀着孩子，你非要逼死我吗？孩子已经证明是顾少的，他还想怎样？感情纠纷闹到婚礼上，确实难看。梦瑶别怕，有我在。秦川今天伤害你的，我都会替你讨回来。顾承泽，你演深情的时候，最好先把单人机票藏好。林律师，放第一段。8000多万，不是说未来城稳赚吗？顾董，这和你们路演时说的不一样，伪造，这是伪造的。所有电子证据均已做保全，相关资料已同步提交监管银行和债权人代表。顾氏如果认为伪造，可以当场申请私打鉴定。不是伪造，我是顾氏前财务主管，这份账是我从顾氏真实系统里导出的。何敏，你敢背叛顾氏？顾氏未来城对外说负债3000万，但真实负债早就超过8000万。还让我们把沈小姐的担保协议包装成项目合伙人协议，包装担保协议。闭嘴！怎么，顾少怕他问？这是顾氏内部商业问题，跟婚礼无关。跟婚礼无关？顾家今天邀请投资人、银行债权人来参加婚礼，不就是想证明顾氏没事吗？你们把爱情当融资路演，现在出事了，又说跟婚礼无关，你们还拿顾沈联姻做信用代书。各位冷静！今天婚礼之后，承泽和梦瑶会正式推进未来城2期，沈家也会继续支持顾氏。听见了吗？到现在，他还要拿你和沈家当挡箭牌。顾董，欠债的不是我，欠债的是顾氏。
今天站在这里的不是被退婚的前男友，是顾氏债权人代表。从现在开始，顾氏未来城所有债权追缴、资产保全、资金流向核查，我都会依法推进。你们想把债转给谁？先问问债主答不答应。秦川，你非要毁了顾氏是不是？顾氏不是我毁的，是你们拿虚假流水、诱导担保、转移资产，一笔一笔掏空的。第3份里，该轮到你。沈梦瑶签署顾氏未来城项目连带担保，担保范围未来城17、27及相关融资债务，沈父沈母抵押沈家唯一住房，沈浩签下渠道借款和300万违约责任，顾氏替沈浩代商赌债，再把沈家全员绑进项目。300万？不是说只是渠道负责人吗？姐妈，我什么时候要赔300万了？顾少，这不是真的吧？你不是说帮小浩平债吗？怎么成了我们要赔钱？我们家房子真的抵押了，抵押文件已登记。如果顾氏未来城债务违约，沈家房产会依法进入处置程序。不可能，顾家这么大的豪门，怎么会要我们的房子？不可能！豪门缺钱的时候，连亲儿媳都能当担保人，何况一套房子？程泽，你告诉我，这些都是假的。你说这些都是秦川伪造的。梦瑶，你冷静点，这些只是商业文件，顾氏不会让你真的还钱。这句话上一世你也对我说过，签个字而已，不会真让你还。一家人嘛，走个流程。顾承泽，这些话你是不是很熟？上一世又是上一世，秦川，你到底经历过什么？你不用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你只需要知道这一世你签的每一个字都是你自己选的。沈梦瑶那份协议以项目合伙人包装，别让他看到完整担保风险。他肚子里有承泽的孩子，顾家给他名分，他不会不签。后续追加沈家房产抵押，必要时让沈浩也签借款确认。订婚宴前不得告知完整风险。所以你们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梦瑶，你是成年人，合同在你面前是你自己不看，字是你亲手签的，没人按着你的手。你们说我是顾家人，你们说这是给我的股份，你们说我会成为未来城女主人。你不是很喜欢吗？豪车、别墅、婚纱、顾太太，哪一样不是你自己晒出去的？自己晒的项目协议哪里是嫁豪门，这是嫁债门。别说了，别说了。沈梦瑶，你嫌我穷，想让我接盘，你转身嫁豪门，想让我后悔。现在顾把真正的盘递到你手里，你接吗？我没有。第3层盘债，你亲手签了，我送还给你。你这个蠢货，你怎么什么都签啊？你要害死我们全家呀！妈，不是你让我嫁顾家的吗？我让你嫁豪门，没让你嫁债啊！顾承泽要走，机场那边显示他的单人机票已经开始直起。顾少，婚还没结完，你这是要去哪？我去处理一下现场秩序。处理秩序需要去机场。胡说什么？中间人是顾承泽，这是工作安排。婚礼前，顾承泽个人账户连续转出3笔资金，顾氏账户被冻结，他却先给自己安排好退路。顾少，你说的共同面对未来，原来是让他面对，你非走。你说婚礼结束后，我们去度蜜月，那这张机票上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沈梦瑶，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你不就是想嫁豪门吗？我给你婚礼，给你婚纱，给你顾太太的名头。至于未来，你自己签的未来，自己留着慢慢过。我怀着你的孩子，那又怎样？孩子是我的，可债是你签的。你当初不也想让秦川替你养我的孩子吗？现在轮到你替顾家扛债，很公平啊。你混蛋！贱人，你敢打我！顾承泽，你终于不演了。让开，都给我让开！顾承泽先生，请你配合相关资金流向核查。你们凭什么拦我？我是正常出行。顾氏项目账户冻结期间，你个人账户存在异常资金转出，相关线索已提交，是否违法由监管和司法部门判断。但你现在不能再继续用婚礼做遮羞布。顾承泽，你要一个人跑？爸，你不也想拿沈梦瑶填债坑吗？你能拿他挡债，我为什么不能拿他挡追债？畜生！你们父子还有没有人性？欠我们的钱一分不还！
所有债权问题依法处理，顾氏相关负责人需配合调查。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秦川，你以为你赢了吗？你毁了他，毁了顾家，你也不会有好下场。我没有毁你们，我只是把你们藏起来的东西拿了出来。秦川，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求你了，我不想背债，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背着这些骂名。秦川，你以前那么爱我，你帮我最后一次，你不是已经是最大债权代表了吗？我可以让林律师告诉你合法止损的路，比如起诉顾氏诱导担保，申请撤销部分被欺诈签署的协议，该保全的证据可以保全，该争取的权益可以争取，但我不会替你还债，更不会为了救你牺牲那些被顾氏欠了1年钱的工人和材料商。秦川，你真的这么狠？沈梦瑶，我狠吗？我只是没有再当那个冤种。你想让我接盘，现在盘回到你手里，你却说我狠。都是你这个拜金的蠢货，你害死我们全家了！不是你们让我嫁的吗？不是你们说秦川穷不配的吗？姐，你快想想办法呀！300万违约金啊，我怎么还？我还年轻，我不能被债主追一辈子呀！你快想想办法呀！你还好意思说？你欠赌债的时候想过我吗？你签借款确认的时候问过我吗？现在出事了就都怪我！但我是你弟啊！你不帮我还有谁能帮我？秦川是别人家的儿子，你们让我纠缠他，我是你姐，你们就让我帮你，那我呢？谁管过你说？谁管过我死活？梦瑶啊，妈也是为了你好啊！你知道，妈想让你嫁得好，想让咱家扬眉吐气，妈哪知道顾家是个空壳啊！你不知道，秦川提醒过，林律师提醒过，他们都想过救我，而你呢？你说过什么？你说我现在退就是承认自己选错，你说我不能给沈家丢脸，我可怜的女儿啊！房子，我们的房子怎么办？秦哥，我错了，秦哥，以前是我嘴贱，是我不懂事，你现在是债权代表，求你帮帮我，我求求你了，秦哥。周姐，我错了，我不该抢你家手术钱，不该拿旧衣服羞辱你，不该骂秦川穷，你大人有大量，帮我们跟秦川说句话吧。刘彩凤，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自己输了。我不会贬低你，但也不会同情你。妈，我们走吧。求求你，别这样。秦川，如果当初我没有逼你接盘，如果我没有选顾承泽，我们会不会不一样？不会，不会。你并不是选错了男人，你只是没有选择对得上良心。走吧，妈。顾氏未来城资产保全已经完成第1阶段，工人工资和小额材料商欠款会优先进入第1批刑偿名单。顾远山涉嫌虚假融资和资产异常转移，正在配合调查。还有顾承泽的个人账户转移资金也被动过克查。你小子还算守信啊，没有乱来。债是债，仇是仇，清算要按规矩来。秦先生，我那笔工人工资虽然不算多，但能排进第1批，真的谢谢你了。不用，这都是你们该拿的钱。秦先生，我们先走一步了。谢谢。接下来还有沈家的情况，沈家房产因为抵押问题进入司法处置程序，沈浩的渠道违约和赌债纠纷则另案处理，而沈梦瑶配合顾氏担保证据，即使可以申请撤销或降低责任，但他和沈家已经实际享受过顾氏带来的利益，完全脱身已然是不可能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
还有，他想见你一面。可惜我已经替你拒绝了。走，该吃饭去了。是该往前看了。说什么呢？你也一起啊？之夏，哎呦，这段时间要不是你帮小川，我们家哪能这么顺利？就是嘛，林律师，吃饭之前我得敬你一杯啊！阿姨，不用这么麻烦。爸，医生说你不能乱喝酒，我敬人家是茶，又不是酒。行了，饭做好了，快一起去吃饭。快，都坐吧。说不定我也有机会。以前天天炫耀女儿嫁豪门，听说现在还背着不少债呢。梦瑶，你去求秦川没有？你跟他好过那么多年，他不能真这么绝情啊！妈，你还不清楚吗？秦川根本就欠我们什么，我们欠他的还差不多。姐，那我的债怎么办？你不能不管我呀！沈浩，以后你自己欠的债自己还，我不会再替你做多余的傻事了。你还是不是我姐？我以前就是太想当你们的好女儿、好姐姐、顾太太，最后呢？最后啥也不是。从今往后，我只想当个好人。哎，秦川，我终于理解了，用虚伪的方式去追求所谓理想中的生活，追究是一个填不满欲望的无底洞。我不再祈求你能否原谅我，但请允许我保持这样的心态吧，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